这小子疯了吧？30下品灵石买一车废铁，这种破炉片扔路边都没人捡。果然和前世一样，这下发财了。哥，卖了吧，再不卖，娘今晚都熬不过去。不能卖。上一世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点了头。万宝坊残灵卖了8000灵石，可一雷续命丹要5万灵石，我和裴川求遍所有人，也没能救下娘的性命。哥，你疯了！娘都这样了，你还要留着这块破铁？破铁。7天过后，万宝坊重开旧市，到时候这块残灵将会成为进入暗楼的唯一钥匙。你在想什么？卖了它也救不了娘。你胡说什么？8000灵石，连半枚续命丹都买不起。你现在拿它去卖，最多换来一个让娘多撑2天的假希望。可留着它，我能救娘。你拿什么救？给我7天。7天？娘今晚都未必熬得过去。她熬得过去。你怎么知道？信我一次。你去哪儿？赚钱。现在？从现在开始，每一刻都算命。娘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死了。想在7天里翻出5万灵石，我得先把第一笔本钱弄到手。而今夜青石城里最值钱的东西不在拍卖台上，而是在人身上。上一世陆无归就是在今夜破解失败，很多人都只记得他后来的风光，可没人知道这一夜的陆无归就快要走投无路。陆无归从炼气7层强冲炼气8层，灵力逆走，剑气冲脉。若不是一个游方老修碰巧经过，替他压住经脉，他第2天就会被扔出客栈。到时候就算活下来，根骨也会毁一半。住店还是吃饭？找人。找谁？陆无归。又是来讨债的。楼上最里一间。不过先说好，人要是真死里头了，可和我客栈没关系。滚出去！哟，还有力气骂人，说明还没彻底废。你再这么冲下去，半个时辰后经脉尽断，到时候别说练剑，连站都站不起来。你是谁？能救你的人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继续硬撑，然后把自己撑成废人；第二，让我帮你压脉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你也可以不信，反正要废的不是我。你要什么？现在不要，等你活下来再说。上一世我为了给娘续命，翻烂了半城医书要点，别的本事没学会，保命手段倒是会了不少。忍着点。闭嘴！想活就别动。行了，你学过医，略懂，略懂。今晚别再闯进了。明早去西市买3次青破草，2000寒纹纱，再找个药炉把它们煎了，分3次喝。3天内别动剑气，第7天再破境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因为我比你更怕死人。现在该谈报酬了。我身上没钱。我知道，你要是有钱也不会住这儿。我也不要你现在给，我要你一句话。什么话？7天之内，只要我找你，你替我出1次剑。你想让我替你杀人？也许只是我挣个场子，具体做什么，到时候再说。若是违背我本心的事，我不会做；若是伤天害理，我也不会做。巧了，我也不做赔本买卖。好，搞定。将来一剑压3州的无归剑君，今夜这条命先记在我账上。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裴昭，我记住。第一步成了。人没死，暂时还没。
你想当？不当，我想借30块下品灵石，7天之内还你50。你拿什么还？拿它，别人认不出它，掌柜未必认不出。你知道这是什么？认得也好，怕碰也好，只要他知道这东西压得住30块灵石就够了。知道，知道还敢拿来压？就是因为知道才敢压。有点意思。7天之内若还不上，这东西就是我的了。好，7天才刚开始，而我手里的第1桶金，今夜就得炸出来。上一世那个小散修就是在今夜花了30块下品灵石，买走了一车没药的废丹炉残片，里面藏着一枚火纹炉心。3日后，丹师韩松鹤将会高价收购，一旦炼进炉中，他那口炸过一次的本命丹炉就有机会重新起火。只要拿到它，我就能翻成真正的低桶金。做买卖最怕急，你多看2眼，价就能翻1倍。小哥好眼力，这可是青石城周边火脉真土，寻火脉、找矿线都用得上。多少？3块下品灵石。2块。行，2块就2块。图是假的，最多拿来包东西，但夹在手里，别人只会以为我在找火脉、找矿线，不会想到我是来买废炉片的。找到了，这位小哥，识货啊！这可是赤血鬃毛兽的腿骨，您看看这纹路，这骨质，熬出来的汤那叫一个大补。这可都是从废弃丹房里挖出来的好东西，拿回去研成粉，养火脉最好。假的，古灵不到50年，炉灰还是掺的烫的。你这种货，骗骗外行还行。哎，小哥别走，价可以谈。你这儿没我要的。你要那个？那堆废炉片怎么卖？看看，最近有人在收旧炉心，我想碰碰运气。那你可来晚了，前2天就有人来翻过，真有值钱的也轮不到你。翻过还卖不掉，只能说明都是些废东西。废东西你别看啊，我也没说要买啊，就是问个价。整车50块灵石，你不如去抢。鬼市最不缺死要面子的买家，也最不缺撑不住气的卖家。哎，小哥，你真想要也不是不能谈。你那堆东西撑死卖炉灰钱，还真把自己当宝了。那也不能按废铁卖啊，40，不能再少了。30，就30，我连板车都卖你得了。那就连板车一起。30。老陈，你那堆破铜烂铁还能卖30就知足吧，留到天亮更没人要。30就30，拿走吧。这小子疯了吧？30下品灵石买一车废铁，这种破炉片扔路边都没人捡。果然和前世一样，这下发财了。没人知道，他们眼里这车废铁里藏着火纹炉心。你这板车卖不卖？韩松鹤的徒弟叶青罗来的还真巧，不卖。那你刚才还翻这么半天？我翻我的，关你什么事？我出40灵石，50。50灵石买废炉片，姑娘，你是钱多还是眼瞎？你骂谁呢？谁想买谁就是喽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知道，一个现在出不起更高价的人。有意思。那你说多少卖？1000。1000灵石，你不如直接去抢。那不一样，抢来的是脏钱，你给我的是你求着送上门的。你疯了吧？也许吧，反正这车东西我不急着卖。你要是真想要，明天50前带够灵石，来西坊柳树巷找我，过时不候。喂，你最好别骗我，否则这青石城你跑不掉。韩松鹤那口丹炉最多还能撑3日，炉心若补不上，他今年冲击3品丹师资格就得彻底废掉。一位准3品丹师的前程，当然不止1000灵石。第1桶金到手一半，而真正的大头还在明天。昨夜从裴家旧屋出来时，我身上连30块下品灵石都没有，现在那枚足火纹炉心
就在我身上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穷着去求人，别人求不来的命，我自己来买。哥，你这是？捡了点废铁。你一晚上就弄回来这个，这能换钱？能，还来得及。锅里还有没有热水？去烧一壶，再把娘昨天剩下那半碗药端来。东西比我记忆里还完整一点，这算意外之喜。上一世，那个散修第3才露出消息，韩松鹤门下几乎把半个青石城翻了过来。韩松鹤冲击3品丹师在即，本命丹炉要是补不回来，废掉的不仅是考核，更是他半条命。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昨晚你拿着万宝符残令就跑，天亮又拉一车废铁回来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你不用现在信，50之前你只要帮我做2件事，不许可能任何人碰。什么？第二，我有手里称火炉心残片。再说50前只等1位识货的买家，过时不候。火纹炉心，你要调人？调谁？韩松鹤那边的人。哥，要是消息传出去，别人先来抢呢？谁抢谁倒霉。这里是青石城，敢明着抢韩松鹤急着找的东西的人不多。好，我去。如果真成了，是不是娘就有救了？这次会有穷疯急着城外卖残令求药，最后什么都没抓住。这一世我不急了，因为我知道急的不会是我。这位道友，听说你手里有火纹炉心？听谁说的？这你就别管了，咱们散修讨生活，讲究个和气生财。你要是真有，不如拿出来给我们兄弟长长眼。没有，没有，你放什么话？我只说可能有，你们自己急着跑过来，关我什么事？耍我们！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我专门耍？没事儿，道友脾气大，我们理解。这样吧，整车东西我出100厘买回去自己翻，你也不背。100，这两人真是把穷酸写在脸上，连炸人都炸得小家子气。100不卖，那你想卖多少？1000。你穷疯了吧？一车破炉片卖1000，你劝你别动。你今天在我院子里动了手，明天就会有人告诉韩松松，他要找的东西被你抢，到时候你猜还是你倒？行，算你狠。不过道友，我只给出得起零食的人留线。哥，你刚才真像个土匪。买卖做到别人头上，本来就和劫道差不多。最多250零食，这已经是天价了。250，连韩松鹤那口破炉子的一层灰都买不下来。来了，人我带来了，东西呢？在我手里。也知道老夫为何在找什么找？知道。你胆子不小。还行，主要是穷。既然知道老夫急用，你还敢开1000灵石的价？敢，因为它值。值不值，不是你说了算，也不是韩老说了算，是他自己说了算，是真的，而且品性比他们预想的还好。这就不是我求他们买，是他们求我卖。1000灵石，老夫可以买。韩松鹤亲自来，1000灵石也有限，真正的价还在后面。会个条件，韩老请说。我要你从哪儿弄来的，就把整批东西都交出来。韩老既然肯亲自来，就说明你要的不止这1枚有限。你到底卖不卖？卖，但不是1000。你坐地起价？不是坐地起价，是买卖往下谈，总得有来有回。那你要多少？2000灵石，再加1枚下品续命丹。他会答应，因为那口本命丹炉比这点代价值钱得多。你很会做生意，活命的人都学得快。你若只单是给床上命丹，老夫现在就能给你2000灵石，也可以给你，但整批残片，老夫要全带走。可以，但我要先印丹。你还怕我们拿假丹骗你不成？怕，毕竟我穷，赌不起。是真的，而且是上品。上一世我求都求不来的东西，这一世韩松鹤亲手送到了我面前。灵石呢？这点本钱也终于能真正滚起来了。东西你都带走。哥，别愣着，快去为娘服下。叫没见过世面。确实没怎么见过，毕竟我家前几天还穷得只能卖祖物换命。裴昭，韩老，
你若愿意，可来我丹方做事。多谢韩老抬举，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你还不知足？叶姑娘觉得一车废炉片能卖2000灵石加1枚续命丹的人，进丹房之后会甘心只做个记名跑腿吗？好一个不甘心只做跑腿！那老夫就等着看你以后能走到哪一步。会让韩老看到的。裴章，你欠我一次解释。等你出得起价再来问我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1块不少，钱清了，这就够了。哥，起效了，娘这条命终于先抢回了一口气。哥，娘是不是熬过去了？先熬过去了，上一世我们连哭的机会都没有，这一世能哭已经是赚回来的。哥，你真能救娘？接下来这不已经开始了吗？万榜救市，暗楼拍卖赤穗花，路回对苏九娘。上一世那些我只能仰头看的门，这一世我会一扇一扇亲手推开。你又要去哪儿？西城，1枚续命丹只能把命往后拖一拖。想让娘真正稳下来，后面还得有药、有丹、有调养，有更大的本钱。2000灵石只够开门，不够走到底。我今晚回来的会晚一点。哥，你现在到底要做什么？做买卖。做什么买卖？做以后整个青石城都得求着我做的买卖。万宝坊就是3日后才开，但真正的聪明人从来不会等到开市那天才动。上一世10年后万宝坊局势大变，才有人知道真正替青石城一半修士和商队搭桥一家递消息的人，一直都是苏九娘。今日不见散客。我不是散客。哦，那你是谁？来替你赚钱的人。青石城想替我赚钱的人很多，你算哪一个？算唯一一个知道3天后救市里谁会先赢的人。你想见苏九娘？有帖子吗？没有。有见也？也没有。你现在把门关上，半个时辰后，叶青罗就会比我先一步拿着灵心和人情来找苏九娘。他会花高价买一个进暗楼的顺水名额，再替韩松峰把赤穗花钉死。到时候九娘是赚了，可不多。如果九娘现在见我，他能赚的就不是1个名额钱。进来吧。裴照，今早青石镇就传开了，九娘认得我。一个穿得像穷鬼的小子，用一车废炉片撬走了韩松鹤2000灵石和1枚续命丹。这种热闹，我若还不知道，就不用在青石城混了。果然，韩松鹤亲自去我那破院子的事，根本瞒不住。尤其叶青罗那张嘴，半天不到，该传的人都知道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来？知道一些，但我更想知道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见你？因为你缺一个比叶青罗更快的人。你口气不小。口气小，赚不到钱。说说看。万宝坊旧市还没开，但暗楼名额已经开始有人在私下问了。你手里应该有几个顺水名额，也知道谁在抢。叶青罗会来，韩松鹤也会盯赤穗花。除此之外，天宫阁那边会有人出高价找韩破金，灵兽馆会提前扫低阶御兽灵。外门试炼一开，青石城最先断货的不是疗伤丹，是清身符和低阶避毒珠。继续。继续之前，我想先问一句，九娘是想做万宝阁最会算账的掌事，还是想做旧市真正的第一手庄家？好，裴章，你总算让我有点兴趣了。坐。我今天来不卖消息。那你卖什么？合作。你一个刚从泥里爬出来的小子，拿什么跟我谈合作？拿你现在最缺的东西，最缺能帮你把救市前3天的节奏提前打乱的，也拿我知道的货，每一个明天会涨，后天会疯的货，3天后会让人抢着来买。比如呢？比如韩破金，不要碰大，要扫碎金。
比如避毒株，不要买现成的，要先压住散孙手里的低阶毒囊。比如外门试炼前，真正会长的不是疗伤丹，而是能撑住1天1夜不换气的清肺丸。再比如什么？比如你现在就该派人去城东烂瓦巷，把一个醉狗手里那3张废秘境图买下来，一共不会超过20灵石。3天后，其中1张会值2000。阿青，在。去城东烂瓦巷找一个醉鬼，手里若真有3张旧图，20灵石以内买下来。九娘，这去。是。若你说的是假的，知道后果？知道。说来听听。你会让我走不出这条巷子？那你还敢赌？因为我不是赌，我是来给九娘送第一笔钱的。你想怎么合作？很简单，就事前这3天，我给你货单、消息和优先收货顺序，你出人、出现、出面子，赚到的钱按3、7分。你3，我7。我7，你3。你知不知道，这青石城里想替我冠事的人都巴不得只拿3成。那是因为他们不值7成，我值。你真是穷疯了！你刚韩松鹤那儿赚了2000灵石，就觉得自己能和我平起平坐了？不是平起平坐，是我手里这份名单值这个价，我知道他会动心。上一世这3天，苏九娘虽然也赚，但赚得不够极致，她做的太稳，很多真正抱着的货，她没提前吃满，而我知道全部答案。4-6，你6，我4。7-3。裴丈，你别太贪。九娘，你也别把我当来囚犯吃的。我若转头去找别人呢？你可以是，可你今天要是不用我，明天就会发现别人替你赚的永远只是小钱。好一个永远只是小钱！7-3就7-3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你说。我要知道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些。这个问题，等我先替你赚够第一笔大钱再来谈。拿着，从今天起，青石城里凡是听楼能调的人、能走的线、能看的货，你都可以用。但若3天后你给我的东西不值这个价，我会让你把续命丹和2000灵石一起吐出来。我开始有自己的相。放心，3天后，九娘只会嫌自己分得太少。那我等着看。九娘，买回来了，一共3张图。那醉狗本来要15灵石，我按你说的压，最后17块拿下的。打开看看。这是青灵剑。先做什么？第一，扫货。扫什么？寒破碎晶、低阶毒囊、旧符纸、清肺丸、废阵盘。这么杂？真要一窝蜂扫同一样东西，明天满城都知道有人在做局。杂才没人看得出我们想干什么。寒破碎晶只收指甲盖大小以下的，不要整块。毒囊要灰背蛇和黑枣珠的，低于30年份的不碰。旧符纸只要还没彻底失灵的残符，品阶不重要，数量越多越好。清肺丸有多少吃多少，别问价，只要价格没高过市面3成，全收。第2件。放风。放什么风？把水府残图的消息压住，别让外头先闻到味儿，再把寒破晶会长的风声故意放大。故意放大，不是我们自己也要收吗？让别人去抢整块，我们才好低价扫没人要的小碎金。收的是碎金，不是整块。第3件。就是名单里，凡是手里压着外门试炼物资的散商、符师、药铺掌柜，把名字全给我列出来。尤其是那几个平时压价最狠、胆子最小。你要吃他们的货？不是吃，是让他们求着把货送到我手里。裴丈，我现在是真有点好奇，你上一辈子到底是做什么的了？穷鬼。穷鬼哪有你这么会算？穷得够久，什么都会一点。去吧，按他说的办。听风楼的人可以借你用3天，3天后你若还想继续用，得拿更值钱的东西来换。好。还有，你手里现在有2000灵石，别乱花。九娘有建议？有，万宝房救世前最值钱的从来不是货，是资格。暗楼资格。暗楼、灵虫榜、秘境名额、丹师私宴，甚至谁能坐进哪一层牙科。青石城会做买卖的人太多，真正能跳出货和钱去做资格生意的人，这女人果然厉害。上一世她能在乱局里踩着一地碎骨往上走，不是没原因的。我记下了。最好是真记，因为你现在赚钱的路子虽然对，可也最容易被人学去。只有资格这东西，今天你拿到了，明天别人未必抢得走。今晚先不打扰九娘了。这么快就走？我还得去见个人。陆无归。九娘消息真快，
听风楼要是连一个落魄剑修的底都摸不清，也不用在青石城混了。你连他都先下了手，裴成，我越来越觉得你不是重活一世这么简单。改日再来陪九娘喝酒。裴成，你若真想做大，不要只盯着救命钱。这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救命钱只能救一家子，可若我想往后不再求人，就得先把整个青石城的买卖路数捏住一半。去吧，别死太早。从今晚起，我才算真正搭上了万宝坊这条线。接下来，该把这条线越拉越紧，紧整个青石城都离不开我。你回来了。娘刚醒过一次。赵儿，娘。川儿跟我提了，你把那块旧令牌留在家里了，白天又在外头跑了这么久，你心里有数，娘就放心些。没有，赵儿，娘活到今天也算够了，你和川儿别为了我把自己逼到死路上。这话上一世他也说过，一字不差。娘，这次不是死路。你别骗我。我不骗你，续命丹已经吃下去了，后面的药我也会备齐。等你能下床了，我带你去万宝坊请丹师看脉。赵儿，你哪来这么多钱2000灵石，卖了点东西。2000？明天开始，你跟着我。我？从明天起，你别再守着家里哭，也别想着卖残令。青石城接下来3天会很热闹。我能做什么？跑腿、记账、收货、盯人。你不是一直问我到底在做什么吗？听风楼的牌子。你怎么会？以后再问。你只需要知道，从现在开始，青石城里该涨什么，该囤什么，该卖给谁，听我的。好。钱是我一个人扛，越扛越烂。这一世不能活着，裴川也开始跟上来了。苏九娘的线有了，陆乌龟这张牌也压下去了。接下来，我只需要不断把钱滚大。屋里第一次有了能继续往前走的痕迹。哥，现在才卯时。卯时怎么了？看，这么多，哥，你要把青石镇搬空啊？不是搬空，是先搬把我们能搬得动的那部分。可这些东西看着都不值钱。现在不值，3天后就不一定。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做梦梦见自己穷死过一次。清肺丸今天最先审，外门试炼这次提前，西岭账主会比所有人预价的毒得更重。等消息一出现，城里地阶修士都会去抢清肺丸，现在售价最便宜。救符纸和避毒灸呢？一个是替清肺丸断货后补位，越是穷修越舍不得买新的，越愿意救符还能撑一下。寒破碎金，这个别碰整块，太响也太贵，只收边角和碎金，越碎越好。等3天后旧时拍卖那单一出来，天宫阁那边会疯涨的。毒囊呢？炼符、炼药、做避毒散都要用，现在没人收，是因为大家都嫌脏嫌便宜。等后面要用的人一起找，价自然就上来了。第一份，你去东市药铺和散修摊子扫清肺丸，记住，只收市价3成以内的。第二份，你去西坊旧货摊和符师手里收旧符纸，别让人看出你在扫货，分散着买。第3份留给你。你去干什么？去见韩松鹤。啊！昨天天宫阁旧式暗楼秘境这些风，还只是我和苏九娘在做，今天得让韩松鹤也动起来。你不是刚从他那拿了2000灵石吗？所以我才要再去。吃过我一口肉的人，最适合接着替我把锅烧热。哥，我现在真的觉得你有点像骗子。这不叫骗，这叫会做生意。从今天开始，这座城会一天比一天热闹，而我先把最值钱的火星全攥进自己手里。师尊，闭嘴！火纹炉心救的是命，不是脸。真想让丹炉重新养回以前的火候，后面还得填不少东西进去。这就是我今天来的底气。你来的倒巧，刚救了我一口炉子，今天又来，怎么，手里还有东西？有，就看韩老接不接得住。呵呵，你这小子年纪不大，口气一天比一天大。不是口气大，是今天这笔生意，除了我，青石城没人敢跟韩老先说。说来听听。都出去。现在说吧。救世之前，
清肺丸会涨。就这个？当然不止，清腹丸会先涨，地毒株和低阶残符会跟着涨，寒破碎晶会在第3波起，真正的高价会出在毒囊和低阶避毒散上。理由？外门试炼提前了。谁告诉你的？韩老难道没收到风？我说中了，外门试炼提前这件事，他应该已经听到一点风声，只是没完全坐实。即便提前，和清肺王又有什么关系？西岭杖谷的入口点变了，这一届新弟子不会从东陵潜道进，而是从北侧断坡走。那一段瘴气重，低阶弟子扛不住。清肺丸是第1波保命刚需。你连入口点都知道？我知道的远比这个多。裴昭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穷得太久，所以什么都敢赌的人。这种时候越赌越想心虚，站得越稳，他越会觉得你手里真有东西。清肺丸，我这里有300粒。成了。韩老手快，先别急着夸。若3天后这东西没涨，我不会怪我自己眼瞎，只会怪你嘴太会说。韩老可以怪，但300粒还不够。哦，远远不够。你若真信我，就别只囤药，还得先把城里做避毒散的散方、收碎晶的小摊、几个压着旧符止不出手的符师一起捏住。倒像比我更懂做。炼丹我不如你，赚钱你未必如我。好，你说，我听。第1步，韩老放风。怎么放？今日午后，你门下放一则消息出去，就说西岭杖谷最近湿寒加重，你新炼一炉清肺王，药效比平时强3成，但只卖3日。借我的名，先把风吹起来。对，但别说试炼提前，只说杖谷气重，越含糊越能让人自己去猜。人一旦开始猜，买的比谁都快。第2步，让叶青罗去扫市面上的普通清肺丸和避毒山，你不出面，他出面最合适。他脸熟，别人会以为他是在替你补货，不会想到是你在提前收全城的散货。第3步，等价格开始动，再让听风楼那边抬寒破碎晶。到那时，大家会以为真正的大头在寒破晶上，自然会有人把清肺丸视作已经涨过的秀物。可真正赚钱的是我们第1波吃下来的低阶药和符。听风楼也在你手里，现在算半只手了。苏九娘竟肯让你插手，她爱钱，我也爱，只要方向一致，就没什么不能一起做。好，裴章，我现在有点信你不是蒙出来的。还有第4步，你说。天宫阁那边，韩老不用管，寒破碎晶涨起来后，自然会有人替我们把风越吹越大。什么？先吃最不起眼的，等所有人都盯着大货的时候，钱已经被我们装进口袋里了。叶青罗，师尊，你从现在起按裴成说的去做。按他说的。清肺丸、避毒散市面散货能收多少收多少，别惊动人。还有3日内，凡有关于西岭杖谷湿寒加重的消息，你都顺手再往外推一推。师尊，他怎么？你觉得我老道连谁的话该听都分不清理，比他更像个懂局的人？我知道了，现在就去。等等，又怎么了？你去扫货时，先别急着收最好最新的那批，先收便宜杂散的，尤其是压在小铺子和散修手里的存货。为什么不直接收最好的？因为真正会抢最好那批的人，不缺你一个。可那些没人看上的零散货，除了我，现在还没人会要。你还挺会使唤人，能省自己的力气，为什么不用别人的？你这话倒像苏九娘的调子，难怪我能跟她说到一块儿去。今后3日，你若要进我丹房后库、药仓杂库，不必通传。韩老放心，赔本的事我不做。裴章，你既然这么会看事，应该也知道，就是真正值钱的不只是赤穗花，安楼第1场拍卖最后压轴的另有其物。上一世就是第1场安楼拍卖，所有人都盯着赤穗花，可真正让后来几方势力翻脸，不是赤穗花，是一张古镇残片。从那件东西开始，苏九娘、天宫阁、万宝坊全都被搅了进去，甚至外来的几家宗门线也从那晚开始入场。我原本想等手里钱再厚一点，可他现在提了，说明他也闻到味儿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现在赚的不只是药钱，它是一张不是大作货单。每一条街、每一家铺子、每一个摊位，未来3天会缺什么，我都知道，也知道什么会涨，什么会疯。清肺丸这一波，我得亲眼看看。先看苏九娘和叶青罗已经扫到什么程度，只要他们手够快，今天中午之前就能借韩松鹤的名把第1把火烧起来。上面的也包起来，还有后库里那2箱旧货一起算。叶姑娘，你这价压的也太狠了，我又没白拿你的。你若不卖，我转手去隔壁。今天这条街上有的是愿意出手的人。动作挺快，抵不上你。空着手来验货，来改价。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清肺丸只收7成以下的老货，新货别碰，尤其是品相太好。
可你昨晚是昨晚，韩松鹤这边已经可以放风了。清废丸最怕被人看出星货在动，星货一动，整条药行街都会警觉。你到底想把价压到什么时候？压到别人开始自己抬价之前。你不怕抢不到？怕，所以才不能乱抢。韩松鹤的风一放出去，清废丸会先动，等避毒伞跟着动，掌柜会把门关得比谁都快的。裴公子，听风楼那边已经放了第一条风，说韩松鹤新炼的清废丸药效比平时强30%，还说只卖3日。不急，先让别人把清废丸炒热，等避毒伞也跟着动，再碰寒破碎灵。明白了，他们会自己往试炼改道仗鼓加重上想。去吧。裴正，你真不像个正经修士。正经修士现在都在抢药，我在抢他们的脑子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去收寒破碎晶。现在，药行街的风已经起来了，天宫阁那帮人一旦闻到味儿，反应会很快。寒破碎晶不像清废丸，清废丸能一夜一夜慢慢卖，可它一旦起就是跳着涨。走哪边？先去东市旧矿街。不是该去天宫阁那边盯着吗？盯他们做什么？他们越晚知道，我们越赚钱。真要盯，也该盯那些连自己手里是什么都没搞明白的人。这里也能收东西？越是这种地方，越容易捡到没人看得上的东西。寒破碎晶这种东西，整块是炼器坊抢的，可碎晶太小，灵气不够稳，很多人会觉得鸡肋，留着占地方，扔了又可惜，最适合被我这种人抄底。你到底是怎么练出这种眼睛的？穷出来的。真烦也得跟着学，不然以后被人坑了，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亏的。现在值多少？现在不值多少。那你还收这么多？现在不值，才轮得到我们收。那什么时候值？等天宫阁的人发现整块寒果晶已经被别人抬价，等他们发现真正能补数量、补缺口的是这些没人要的小碎晶，到那个时候，价就不是我们说了算。所以清废丸只是引子。清废丸赚的是快钱，寒破碎晶、旧符纸、地阶毒囊，这些才是后面能连着滚3轮的肉。我明白了，你一直在拿最显眼的东西给真正值钱的东西挡刀，还不算太弱。风起的比我想的还快，这第一把我收到什么程度了？刚才不是还5块吗？怎么又涨了？西岭仗鼓湿寒加重，韩老那边都放话了，你嫌贵，后有人不嫌贵。给我2瓶，我家里还有没有？现在卖吗？不卖。还不卖？清废丸今天最多再涨1轮，但寒破碎晶还没真正起，先去把碎晶后一批收完。那旧符纸和避毒珠呢？旧符纸继续压，避毒珠晚点再动。等明早清废丸彻底见底，避毒珠自然会被人翻出来补位。裴正，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赚清废丸的钱？也不是不赚。那你清废丸赚的是快钱，可真正能把子滚大的，从来不是这种人看得见的东西。寒破碎晶、旧符纸、地阶毒才是后面能连着滚3轮的肉。你一直在拿最显眼的东西给真正值钱的东西挡刀。先等申时一过，真正有钱的人进来，价还得再调。8块了！什么8块了？清废丸，城西那3家铺子已经卖到8块1瓶了，避毒伞涨到5块，旧符纸翻了1倍，连最差的寒破碎晶都有人开始问了。这么快？天宫阁的人一进旧矿街，外头就知道寒破晶也动了。现在城里好几家铺子都开始锁货，越有人抢。来了，真正的第一轮滚雪球开始。九娘怎么说？九娘让我来问你，现在放不放第一批？放。放多少？3成。清废丸放3成，避毒伞放2成，旧符纸兄弟1成，寒破碎晶只放最差的那一小批。价呢？避毒伞7块，旧符纸按原价3倍，碎晶不按块卖，按袋卖。按袋？对，里面好坏掺着来，
让那些已经抢红眼的人自己去赌，越是急着要的人，越愿意赌。裴丈，嗯，你是真不怕被人骂？等他们真缺的时候，就不会骂了。他们只会嫌自己下手太慢。我这就回去传九娘。再传一条话出去，就说听风楼手里只剩最后3批清肺丸，今夜卖完就断。是。这一句话一放出去，今夜这火才算真的烧到最旺。10块1瓶，太高了吧？现在高，2个时辰后就不高了。你就这么肯定？肯定。今夜续市前，青石城至少还有2波人会进场，一波是外门弟子背后的家族，一波是临时凑对准备赌失恋名额的小散修。前者不差钱，后者最怕死，架不够狠，反而显不出东西稀缺。裴丈，嗯，我现在开始有点信你不是来跟我合作的。那我像什么？像来教我怎么赚更狠的钱。教不可能，我只比你先看见了1天后的青石城。按他说的放货，再传一条话出去，就说听风楼手里只剩最后3批清肺丸，今夜卖完就断。是。你今晚还回家吗？回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回去？当然，我娘还在等我。阿青，主娘，等会儿装一匣最好的清肺丸和1袋避毒珠，让裴照带走。九娘这是送？不是，算进账里，回头从你那70成里扣。行，这就对了。情分太轻，账才最长。卖空了，第1批全空了。他们已经开始急了。第1轮成了，不是小赚，是真正意义上的滚起来了。裴照，你猜我现在最后悔什么？什么？后悔刚才答应你73太快了。九娘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你不怕？怕，但我更怕你发现，3成已经够你今晚笑到睡不着。你这张嘴是真该拿去卖钱。已经在卖了。九娘，后面还继续放吗？你说呢？不急，今晚后半天让他们自己抢，越抢不到，明早第2批才越好卖。你这张嘴是真该拿去卖钱。已经在卖了。九娘，后面还继续放吗？你说呢？不急，今晚后半夜让他们自己抢，越抢不到，明早第2批才越好卖。你是真不怕把他们逼急？急才会出价，不急的人只会讲价。按他说的办，第2批明早再放。你真要现在回家？你不等第2批？第2批明早，今夜我还有别的事。陆无归，那张牌也该去拽第2下了。你回来了。这又是什么？清肺丸和避毒珠，给娘备着，也给我们自己留一手。记得不错。我本来就不笨。是，只是以前穷，没地方让你学。按时间算，陆无秋那边的伤也该稳住了。若他真照我说的没再乱冲，明晚之前就该能下地了。这张牌，你又要出去？该去拽第2下了。现在？现在。你把账继续记，记完睡。夜里若娘再醒，先喂半盏温水，再摸额头。若热又反上来，就把我桌边那只清瓶里的药化开了2滴。哥，你到底还睡不睡了？等旧事开完再睡。又来找陆无悔。他今天没出门。我知道。你昨晚到底给他压了什么脉？今早他下楼吃了碗面，虽然脸白的像鬼，可腰背是直的。
你挺爱看人热闹。开店的不看热闹怎么看命？不过你这热闹，我暂时还没看懂。进。你来了。恢复的比我预想的还快，这把剑比上一世这个时候保得更完整。看来你听话了。你来，不只是看我死没死。当然，你来得到齐，我怕你死太快。放心，还死不了。那就好。吃这个。我不需要。不是给你治贱卖的，清肺丸。你昨晚强冲时淤血灌了点肺，今晚若不压，明早一动气还得咳。你连这个都算到了。昨晚你吐血时我看见了。什么意思？明晚随我去个地方，现在就开始内奸？不是内奸，只是先让你去站着。站着？对，就是前夜我要进暗楼，可我现在的分量不够，所以你要借我的名，不只是名，还借你的脸。你想让我陪你进暗楼，差不多。你就这么确定我能进？你现在不能，但明晚之后就未必了。黑昭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比你现在想的多。包括我，包括你，也包括你明年会离开青石城，3年后会进藏剑里，7年后会一剑压下北境七宗年轻一代。这很正常，一个穷的只剩一把剑的落魄剑修，忽然听见自己的未来，不变脸才怪。有些牌该亮一亮，不亮他不会真跟我走。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些？不是听来的，那是什么？算了，你想从我这儿拿什么？很简单，明晚陪我进暗楼，站在我身后，不用说太多话。若有人要压我价、抢我位，或者觉得我不配进去，我就替你拔剑。未必要拔，你只要让他们知道你站我这里就够了。这不算违背本心，当然不算，也不算伤天害理，只算做买卖。我若答应你，你又能给我什么？一个比青石城更大的去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暗楼第1场加牌之后，会有一张古镇残页流出去，别人拿它只会拿去卖。可你若拿着它去城北断明林，在第3颗裂碑后面开那道旧阵，就能看见你一直在找的东西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找段玲玲？我说过，我知道的比你想的多。段玲玲那条线是他后面崛起真正的起点之一，他是没有我插一手，是在3年后误打误撞撞进去。现在我把这条路提前放到他眼前，他不可能不行动。这就是做局。你给人1成好处，人会谢你；你给人1条命，人会记你。可你若给的是他未来都找不到的东西，那这张牌就会自己粘在你手里。明晚什么时候？入夜后，我来接你。好，今夜继续养伤，明晚别逞强，只要站稳就够了。你倒是会省力，能不拔剑解决的事就别拔，剑一拔，架就变了。陆乌龟这张牌压住了。若一切按前世的路走，明晚入日前，城里就该先出第1张安排单，而我真正要的不在单子上，在单子之后。你这是把整个青石城都跑遍了？差不多。娘刚醒过，又睡了。按你说的，今日放出去那3成货全记在这儿了。不错。我本来就不笨。是，你只是以前穷，没地方让你学。哥，明晚是不是要出大事？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你听说万州现在特别大的绝大台子，清不完绥靖、修复霆锋楼、韩松鹤，现在不像是正事。裴川果然比我想的还快一点，能跟在我身边看了这2天，他再看不出来。那才就是前夜，万宝坊暗楼会先开第1场内牌。我们也能进？能。怎么进？走进去。明晚你留在家里照看娘，不用跟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地方不适合你现在去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家里这摊稳住。若我后面真要把盘子继续滚大，你得先学会记账、盘货、认人、盯线。急什么？等我把门推开，你早晚也得进来。
那你明晚小心。暗楼那种地方是不是很凶？人心比楼凶。你又写什么？名单。什么名单？来的不算晚，路上人多，你就穿这个进去。省得他们认不出我穷。暗楼里的人看衣服下菜的。正好，我也想看看今晚最先下错菜的是谁。裴章有时候真分不清，你是胆子大还是单纯不怕死。穷过的人脸皮都厚。暗楼临时刻牌，记住，你今晚是我带进去的人。有人冲你来，你可以压回去；有人冲听风楼来，你别自己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还接不住。陆无辉呢？已经到了，比你早半刻。那是什么？先买下来，我还没卖给你。你昨晚点头了，我只答应站在你身后。够了，今晚你站着就值钱。走吧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上一世我只听说过暗楼，听说那里一夜一价，灵石如水，命如草芥。听说一张暗牌单能让半座青石城疯掉，也能让几个家族一夜翻脸。可上一世的我，连暗楼门口的茶都喝不起。走了。这一世，我终于站到门前。